15万年前的工业痕迹呢被发现，它埋葬于青海的白宫山的山顶。这里还出现了奇特的工业铁管，是外星人仿造地球的证据呢，还是史前文明的杰作呢？地球文明真的是在循环往复之中吗？看似荒凉幽静的白宫山下，埋藏着一个史前未知的工业文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史前工业之城。以下的故事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少年感的宇哥来喽。Hello， 大家好，我依旧是大家眼中的小唐。我们这期节目开始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根据科学家推测呢，地球现在大约已经存在了46亿年了，而46亿年呢，仅仅是人们根据岩石的年龄往前推导得出的一个数字而已。在这46亿年的长河里呢，人类所能看到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大约呢只有6亿年左右。在过去的40亿年呢，乃至于更久的时间里呢，地球上到底发生过什么呀？会不会在我们的文明还未出现的时候，它就已经悄然走过了一轮又一轮的文明循环了呢？无独有偶呢，我国在青海就发现了一个神秘的史前遗址，令人怀疑呢，地球的文明是不是在循环往复当中呢？那就是青海的德令哈遗址，这里发现了大约15万年前的工业痕迹，而德令哈呢，就地处于柴达木盆地的东北部，是青海省海西的一个城市。柴达木盆地呢，是中国3大内陆盆地之一其形成呢与环境和演化的过程密切相关。它周围呢有昆仑山、祁连山，还有其他的巍峨山峰而柴达木盆地呢，自古就是一个很神秘的地方，有不少的妖魔鬼怪的传闻。人们发现呢，在这里的白宫山的脚下有3个大大小小的洞穴，而这些山洞呢，还不是天然形成的，更像是一个人为的。山洞的顶部和底部呢，都是纯净的砂质岩石，没有任何的杂质，只有沙粒，让这个山洞看起来呢，似乎一点也不神秘。而除此之外呢，还有一条直径40公分的金属管穿过了洞顶，从顶峰斜插入洞穴之中。而与此同时，又有一根管子呢从地底钻了出来，也不知道这些管子到底有多长，不知道这些管子到底连接到什么地方，看起来呢杂乱无章。所以让我们想象一下当时的场景这就非常像一座史前的工业之城被埋藏在了黄沙之下。所以在当年呢，当地的文物局就派了一支科考队呢去白宫山考察。而白宫山呢，只有200多米高，说起来呢，像是一座小山，但是山上寸草不生。奇特的是，在山前的左右两侧呢，竟然还有2片湖泊，一处呢是名为克鲁克湖的淡水湖，一处呢是名为托素湖的咸水湖。而2湖相连呢，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地貌。这2个湖泊中间相隔并不很远，淡水湖里的鱼如果不小心跑到了咸水湖里来，那就是死路一条，仿佛呢阴阳相隔。而考察队一行人呢，自白宫山的后方靠近呢，在山脚下盘旋了1周之后，终于找到了那3个洞穴。这是一个高达2米的山洞，看上去呢，很像是人造的一个山洞。而科考队的人都非常的兴奋，难道自己走了大运才刚来呢，就有了发现了？定睛一看呢，却发现原本2个入口呢都已经坍塌了，只有1个入口呢还能够让人进去。一名队员呢手足并用呢，就顺着洞口往下一探，洞口的深度大约在5-6米左右。最高点在7-8米左右，可是山洞里却什么都没有。他大失所望嘛，当时正准备离开却忽然发现山洞的这个墙壁上插着一根锈迹斑斑的铁管。这根金属管呢是从下往上直径大约40厘米左右。可是青海的这一片区域已经很久没有人居住了也不知道这些金属管到底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小队的人呢就带着一肚子疑惑缓缓地走出了山洞。紧接着他们才看清了这个山洞的形状。山洞的入口的内部呢，仿佛像是一个金字塔的穹顶。仔细一看呢，就会发觉山洞的顶端还有10多根金属管道，都是从这个山洞的墙壁上延伸出来的，与石壁呢完美的贴合在一起。而那些金属管子呢，也都是生锈的。当时他们就想不明白究竟是什么人把这些金属管子给装到这里的呢？这显然不是最近才安装上的从锈迹上就能够看出，这些管子已经存在了非常多年了。另外呢，他们还在那座山前面的托素湖中呢，发现了同样的一些铁管。也就是说，铁管是从山上而连接到了湖里的吗？那这像不像是一些我们现代工业城市的一些工厂呢？而那些金属管的长短粗细各不相同，最细的也就几公分的直径全部都完全嵌入了岩石之中。湖滩上的铁管呢，并没有被黄沙彻底的掩埋露出了一些小部分。在一些浅水区域的水面上，还可以看到一根根金属管子探着头。而科考队的人当时是一头雾水，不知道是谁把这些钢管留在了这里，他们到底有什么作用呢？由于时间不早了，当时的科考队也有别的任务要完成了，
所以他们也就把这件事情记在了日志上便离去了。可惜的是，这件事情并没有跟其他的考古证据联系在一起，所以呢，这个发现也就不了了之了。时间呢就来到了1996年，那个时候交通环境还很落后嘛，像青海省这样的地方，带着神秘色彩又偏僻之地是很多探险者梦寐以求的地方。因为那里太过于神奇呢，在此背景之下，青海省的作家协会的名誉主席地质学家白鱼呢，他就来到了德令哈市的西南方的白公山，并对此呢进行了考察。在托素湖边呢，他也发现了几个古怪的洞穴。这些洞穴之中呢，有一处洞穴入口呈现出一个三角形的形状，似乎是人为开辟的。一条长长的铁管呢，从洞的顶部延伸而出，仿佛贯穿了整个洞穴一般。而洞穴中的那些古怪的管状物让白鱼大吃一惊。紧接着，他又在湖旁的岸边也找到了更多这样的管子。为了确认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呢，白鱼就将其中的一部分样品拿回去实验室化验了。分析检验的结果就表明呢，这些材料大多都是普通的铁质材料，但是其中有8%呢是无法查出的，也没有任何可以参考的潜力的那种神秘元素。就是说，这8%不在我们的元素周期表上。根据白鱼的分析呢，再加上他对周围环境的考察呢，他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呢，那就是这些金属管子并不是自然形成的，而是人为的。而且德令哈呢正好有一座天文考察站，这就更让他确信呢，是不是当时有外星人来过这里，并建造了这些奇特的铁管呢？这一件事情一经曝光呢，当时就吸引了非常多人的目光，但也有很多人觉得这不可能是外星人的手笔，以他们现有的科技呢，根本就不需要制造这样的玩意对此呢，也有一些人认为呢，这一片区域是上一次人类文明遗留下来的产物，当时呢，他们就应该已经进入到了工业文明的时代了。那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地球的文明已经进入过一个循环的模式了呢？在很长一段的时间里呢，人们都以为自己创造了地球上唯一的文明，但是随着越来越多诡异的遗迹被发现之后呢，人们之前的认知呢都被一一的颠覆了，也开始质疑了这一结论。更别说还有一些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中还有着更遥远的远古文明的传说。就拿玛雅人的记载来说曾经有好几个时代的文明在地球上诞生，而那些人的存在呢，和我们人类的存在有着很大的不同。最靠近我们的就是亚特兰蒂斯文明了，它的科技呢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了，而其中大部分的文明呢都被类似于洪水之类的可怕自然灾害所毁灭了。大洪水冲刷掉了文明的一切痕迹，却还是有一些遗漏掉的东西呢被永久的保存了下来。俄罗斯的一支名为太空搜索协会的考察队呢，在1998年就在东欧的大平原卡卢加地区就发现了一颗形成长达3亿年之久的岩石，内部呢有一颗巨大的螺丝，那是一枚深深嵌入巨石的螺丝，用当时的 X 光机就很容易的可以看出来那是螺丝。关于这枚螺丝呢，也有人说它是一种叫做海百合的生物化石，在几亿年前呢就已经腐烂殆尽了，但也有人说它是非常先进的史前人类所创造出来的。在2008年呢，乌克兰的首个经济特区顿涅斯克的一座矿井中呢，一名矿工在矿洞的顶部的岩壁上也发现了一个类似于车轮的物体。第一眼看上去呢，那只是一个雕刻在墙壁上的车轮，但是仔细一看却发现那是一个与墙壁融为一体的未知之物。而矿工们将这块石头取下来进行了分析结果就显示呢，这块轮子呢已经有4亿多年的历史了。它的大部分的物质呢是由岩石和金属而组成的，其中还包含着一些合金。除了这些呢，俄罗斯的渔夫们还在2015年就发现了一块拥有芯片的岩石。经过检测呢，这块岩石在2亿5千万年前就已经形成了。而现在这些东西出现在人们的眼前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推测地球上呢是拥有史前文明的。只是呢，目前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他们曾经创造过一段辉煌的历史。那根据以上的种种发现呢，难道我们真的有过史前文明吗？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是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过程吗？那青海德令哈的神秘工业遗迹是否是对文明轮回理论最有力的佐证呢？有人就推测青海的工业痕迹呢，很有可能就是一种史前文明。如果这只是一个假设的话，那我们现在就可以建立一个文明轮回的理论。如果在20多亿年前呢，这个星球上曾经就有一种高等生命的存在，但是在一场浩劫或者是数十亿年的自然变化之中呢，这些生命的踪迹就被抹去了，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呢，也就是这些生命的残骸。而且现在的学术界公认的玛雅文明中也不止一次的表示呢，地球上并不只有人类文明这一观点。
他们利用星象和自己的历法呢，推算出了太阳系和其他星球的四季呢都是相对应的。当太阳系的春天、秋天过去啊，地球上的生命呢也就开始活跃起来了。而在夏天和冬季呢，它们的生命力就会变得比较薄弱。这一点呢，倒是与星辰的运转与地球文明的循环演变假说啊有些相似。也就是说，太阳系一年又一年的在运行之中呢，地球呢经历了一年又一年的春夏秋冬，经历了30多个生命的周期呢，很有可能呢，地球上曾经就诞生过类似于人类的物种。当然了，除了有可能地球上的文明轮回啊被遗留下来之外，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外星文明啊曾经造访过这里，特别是德令哈那个有名的外星人遗址。因此呢，他们就认为啊，柴达木盆地的海拔很高，空气稀薄，能见度很高，是最适合观察太空的地方。甚至有一种可能，就是外星人会把这里当成他们访问地球的场所，因为这里呢人烟稀少，适合隐藏和观察地球。再加上铁管之中8%的成分是未知的元素，也不知从何而来，这也就意味着这些东西很有可能并不是地球上的东西啊，而是一种外星文明所留在这里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呢，那些铁管会不会就是外星人用来接收信号的东西呢？经过对铁管的检测呢，研究小组就发现啊，它里面就包含了铱。那铱元素的主要分布呢是在地核深处，在地面上很少可以见到。因此在地球上所能找到的铱元素呢，大多数都是来源于陨石和小行星的碰撞。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铱元素啊才会被人们用来判断是否有外星生物和行星的撞击。所以那些支持外星文明理论的人才会相信啊，他们的理论得到了有力的支持。在青海铁管的测试中确实找到了一些铱啊，但是数量并不多。一般情况下，铱的含量超过1纳克每克呢，会被认为是撞击行为，而铁管中的铱的含量却只有0.28纳克每克，这还远远不够支持这一理论嘛。所以呢，地外文明的理论啊，似乎被否决了。最终呢，地质学家们在铁管上就看到了一种类似于树干年轮的花纹，于是他们就得出了一个有趣的结论呢。他们就认为，或许这些含有大量铁元素的铁管啊，它就不是金属，它有没有可能其实就是生物在地质条件时的岁月打磨下演化出来的化石呢？而科学家们有了猜想之后啊，便开始进行了具体的资料查询和佐证。他们就查到说，在15万年前呢，白宫山是处在于中新世到上新世这一时期，所以塔里木盆地是一个丰润的聚水盆地。因为地壳的运动呢，再加上地表的沉降，大量的树木就被掩埋在了地下，然后被大自然就运到了白宫山的最低处。经过了数十年的时间啊，这些树木就被埋进了土里后啊，会因为温度的变化而腐朽，然后呢就会和白宫山地区特有的含有3价铁元素的岩石就发生化学反应。所以一开始的树皮就开始逐渐的铁化，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它会慢慢的向内扩散，最终呢就将整棵树都变成了中空的状态。那铁化的树干也会形成一根根空心的铁管，在岁月的洗礼和化学的反应下呢，树木与墙壁生长得越来越紧密，直至呢毫无任何缝隙，仿佛浑然天成。但是呢，这种说法也让很多人产生了怀疑，就是说，如果是树的话，那为什么只有一根树干，而树干的粗细都相差无几？树的其他部分又到了哪儿去了？其次，通过对铁管和岩石的年份的检测呢，科学家就发现啊，岩石有几百万年的历史，而岩石中的铁管呢，则要年轻得多，大约呢在几十万年左右。如果说铁管和岩石是在同一时期形成的产物，那么这个岩石的年代啊，应该和铁管是相差无几的呀。但是现在看来呢，两者的年代并不一致。既然铁管和岩石都是同一地质的作用而形成的，那为什么两者之间的差距会这么大呢？所以时至今日呢，对于青海白宫山上找到的这种神秘的铁管呢，仍然都没有一个合情合理的周密的解释。所以大家更相信哪一种说法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就讲完了。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期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哦。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哦。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我们的抽奖的审核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每集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没准下个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